水煮鸡蛋，只加清水煮就错了，多加这一步，鸡蛋壳轻轻一碰就掉，真的很实用哦。大家好，我是乐乐妈。清水煮鸡蛋呢是很多人的早餐，鸡蛋营养丰富，含有优质的蛋白质和卵磷脂，每天吃一个鸡蛋能为身体补充营养，吃了又比较抗饿，关键是做起来省时省力。然而往往有些看似简单的事情，做法呢其实也是有讲究的。就比如水煮鸡蛋，很多人总是做不好，比如蛋壳容易破，不是煮不熟就是煮老了，剥皮时总是会带下很多的蛋清，真的就是煮鸡蛋几分钟，扒鸡蛋皮十几分钟，有些不耐烦的朋友们，饭还没吃就气饱了。今天我们就来和大家详细的说说以上的所有问题，只要掌握这几个技巧，就能够让水煮蛋又嫩又软，蛋可以拿就掉。一起来看看吧。首先呢，我们准备适量的鸡蛋，准备好的鸡蛋呢，要先用清水对其进行清洗，因为在鸡蛋的表面呢，有很多的杂质是非常脏的，甚至有的鸡蛋呢还会有鸡屎在上面粘附着，所以呢，要先用清水呢将其清洗干净。同时呢，我们可以往里边呢加入少许的小苏打，再加入少许的食盐，然后呢再加清水清洗。时间充裕的情况下呢，可以先浸泡5分钟，这样能有充分的时间来软化鸡蛋表面的污垢。接下来，我们再用抹布把表面搓洗干净，清洗仔细一点。鸡蛋表面有细菌、鸡屎等脏东西，如果不清洗，剥皮时粘到鸡蛋上，被我们人体所食用的话，这样是非常不好的。清洗一遍，看得舒心，吃得放心。接下来我们再放入清水中漂洗一遍就可以啦。鸡蛋大家烹饪时吃多少洗多少，不要提前清洗，因为鸡蛋的表面呢有一层自带的保鲜膜，清洗过后呢就不容易存放了。清洗干净的鸡蛋先装入盘中备用。接下来锅中烧水，这时呢不要急着下入鸡蛋，切记鸡蛋的凝固温度，蛋黄和蛋白的凝固温度在60到70度之间，整个鸡蛋将在73度左右凝固，所以60度时下锅时是最好的。让蛋白先凝固，然后是蛋黄凝固。60度的水就是，等到锅底开始冒出少量的小气泡时，水温呢就差不多60度了。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放入鸡蛋了。手法一定要轻拿轻放，不要让鸡蛋壳受到任何损伤，不然在煮的过程中非常容易爆壳。鸡蛋下锅后，用水呢就可以把它煮熟，这个我们都明白。但想要口感更加鲜嫩，还容易爆壳，水里呢还要加2样东西，就是食盐、白醋。蛋壳的主要成分是碳酸钙，加醋的话能够溶解蛋壳，让蛋壳变软，就不容易被煮破了。鸡蛋含有丰富的谷氨酸，和盐结合呢会生成谷氨酸钠，让鸡蛋吃起来更加的鲜美。都记住了吗？温水下锅且加盐和白醋。如果用冷水下锅，水和鸡蛋呢都会比较凉，煮的时间呢会更长，鸡蛋呢会更老，口感不佳。开水下锅，这鸡蛋幅度太大，非常容易裂壳。大家鸡蛋下锅后呢，一般煮多久呢？相信很多人都是煮10分钟，这样呢鸡蛋确实熟了，但口感有点老。这里建议试试这么煮。大火煮开以后呢，转小火煮6分钟，然后呢关火焖10分钟，鸡蛋就熟了，而且呢刚刚好熟透，蛋白蛋黄呢都特别的鲜嫩。若要吃溏心蛋的话，水开后煮5分钟即可。这时的蛋清较为凝实，蛋黄半熟呈软嫩滑润的状态。时间差不多了，这会儿呢我们就可以把鸡蛋捞出来啦。刚煮好的鸡蛋呢不要直接剥皮，这时是非常不好剥的，因为内部的蛋白呢是膨胀的状态，和蛋壳贴得很紧，如果直接剥壳会粘下来很多的蛋白，导致鸡蛋不完整，坑坑洼洼的。所以出锅后呢，将鸡蛋迅速的浸泡在凉水中，等到自然冷却后再剥皮，
这样就很容易实现蛋与皮的分离。等到不烫手就可以控制捞出了。然后呢，我们来剥皮试试看。先把蛋壳敲破，然后呢，放在手心揉一揉，快速分离蛋壳。再来剥皮。哇，蛋壳不夸张的说，一碰就掉，而且呢，鸡蛋光滑，完好无损，堪称完美。切开看看，老嫩刚刚好，这样煮出来的水煮蛋呢，特别鲜嫩，吃起来不噎人，蛋壳也好剥。有一部分朋友呢认为，鸡蛋煮老些才没有细菌，方法可以有，但不要太极端，一定要把握好时间。煮鸡蛋呢，最好不要超过10分钟，否则鸡蛋内部呢会发生化学变化，鸡蛋营养价值将大大降低哦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你也喜欢今天的分享，记得给我点赞和转发哦。有不同的要求呢，也可以在评论区多多留言。感谢大家的支持，不要忘了关注、订阅我的频道哦。下期继续分享更多的生活小妙招，我是乐乐妈，再见。